向女友求婚时，我忽然听到一句话：这个男人叫小帅，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刚刚才跟别的男人鬼混完。我怔怔地看向女友，我举着钻戒，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可大脑已经一片空白。身后的哥们催促我：彭帅，你愣什么？快问啊！我逼自己冷静下来。这是怎么了？抖音刷多了，导致幻听了？我定了定神，大声说出排练了很多遍的话：诗雨，嫁给我好吗？周围的人立刻起哄，齐声大喊：嫁给他，嫁给他！苏诗雨捂着嘴激动的点头，我把戒指戴进他左手中指，跟他紧紧相拥。谁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来。在这浪漫的场景下，在男友的怀抱中，苏诗雨却不由自主回味起了1个小时前的那场疯狂。可惜被男友的电话打扰了好几回，根本没有惊醒。我浑身一僵，我不知道我听见的声音是什么，就好像电影旁白一样，而且他似乎并不全是胡说八道。1个小时前，苏诗雨还在公司加班，我等了他好久，打了 N 个电话催促，苏诗雨才不情不愿出来。一上车就埋怨我到底要干什么，害得他工作都没完成。当时他头发有点乱，脸很红，而我只想着别让朋友们久等，着急赶往求婚现场，所以根本顾不上多想。所以难道他那时候是在？我的脸一点一点垮下来。苏诗雨嘟囔：你到底还要抱多久啊？周围的人笑着打趣，彭帅这是高兴过头，傻了，哈哈哈哈！苏诗雨的几个闺蜜纷纷感慨，这个求婚现场布置的好用心呐！我这个娘家人认证，彭帅对诗雨那真的是1等1的好。诗雨，男朋友这么爱你，以后就等着享福就行了。你说你是不是人生赢家？苏诗雨捂着嘴笑，哎呀，也没有了。苏诗雨嘴上谦虚，可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长得好看，他舔我那不是天经地义吗？我心里又是一个咯噔，原来这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周围人神色如常，这声音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我强撑着直到 party 结束，和朋友们一一告别，最后跟苏诗雨开车回家。他一路上都很安静，专注地看手机，而我脑中早已经天人交战，数次跑到嘴边的话始终问不出口。在我印象里，女友是个极其单纯的女孩，听几个黄段子会脸红，在床上永远羞涩的要命，而且她最厌恶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所以我根本无法相信她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沉默了半天，我试探着开口：宝贝，你最近怎么加班次数变多了？你们以前不是挺清闲的吗？苏诗雨淡淡道：公司今年效益还可以，接了几个大项目，所以工作就多了呗。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毛病。可这时旁白再次出现，男友的话让苏诗雨突然警醒起来，最近好像是太放纵了，1周5天要加班3天，可是他有什么办法？那个男人看着斯斯文文，却好会，还特别会说情话，每次都能让他欲仙欲死。我猛地一踩刹车，我跟苏诗雨上半身重重往前扑，还好被安全带拉住。苏诗雨手机都飞出去了，他惊魂未定，冲我大喊：你干什么啊？我死死攥着方向盘，刚看到前面有个人影。你开车小心点行不行？早干嘛去了？怒火烧得我胸口快要炸开。我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那个男人到底他妈的是谁？可惜从这天晚上开始，一直到过完周末，我再也没听到旁白。我趁着苏诗雨熟睡，还翻了他手机，依旧一无所获。但可以肯定的是，奸夫一定是苏诗雨公司同事。煎熬的等到新的1周，苏诗雨果然又通知我晚上要加班，他还特意叮嘱我，这次不用我来接，他自己打车回去。我还能说什么？当然是同意了。晚上6点我就到苏诗雨公司楼下了。我坐在车里，一整包烟都抽完，整栋写字楼终于安静下来。期间我故意给苏诗雨发消息，问他有没有吃饭，需不需要帮他订个外卖。他一直没回我。9点多的时候，苏诗雨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跟他一起相拥着出来的还有个高个子男人。我一个机灵坐起来，借着路灯我看清了男人的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是他。苏诗雨给我看过他们公司团建的大合照，照片正中间是他的老板董业成。我当时还夸他气质儒雅，长得像梁朝伟来着。可现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都不能相信苏诗雨竟然跟他老板有一腿。怪不得能力平平的苏诗雨突然升职，怪不得突然涨了50%的薪资，原来是靠肉体上位。我牙都快咬碎了，眼睁睁看着2个人上了车，扬长而去。等我回去的时候，苏诗雨已经在家了。他起来心情很不错，问我去了哪儿。我随便编了个理由。苏诗雨不甚在意地点点头，然后忽然说：跟你商量个事儿，我家打算给我弟买房，但是首付还差40多万，咱们帮帮他呗。苏诗雨嘴上虽然说着商量，可语气却不容反驳。一直以来我对他都是有求必应，已经把他惯到觉得跟我索要任何东西都是理所当然。可现在他配吗？我没有立刻同意，
苏诗雨果然直接黑脸。彭帅，我弟就是你弟，你居然连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你平时说的对我好难道都是假的？如果你不答应借钱，咱俩就分手。苏诗雨吼完，扭头就进了卧室，还把门重重摔上。苏诗雨此时生气极了，看来董叶成说的果然没错，跟这种凤凰男谈恋爱，他能给你什么？所谓的对你好，不过都是些没有成本的小把戏罢了。年轻不懂事的小姑娘容易被哄得感动，可真过上了柴米油盐的日子，矛盾这不就出来了？我气得浑身发抖。什么叫没有成本的小把戏？2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接送她上下班，怕她吃外卖不健康，挤出时间变着花样给她做饭。我工作忙，却还是配合她所有的休假时间带她到处旅游。甚至她爸生病做手术，他妈被电信诈骗，他弟找工作，我前前后后又出钱又出力，还搭上了不少人脉，一个个帮忙解决。这些他苏诗雨全都忘了。董叶成仗着自己有点钱，原来背后是这么说我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子必须让他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从前苏诗雨一跟我闹脾气，我都是各种赔罪，矛盾绝不过夜。可这次我懒得哄他，见我没有主动认错，苏诗雨后半夜在朋友圈里疯狂刷屏，各种阴阳怪气。我向往的婚姻生活必须不能为金钱而烦恼，我找的男人必须爱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家人。我做了20多年的公主、千金、大小姐，掌上明珠，凭什么找了男人就要受委屈？这位公主大小姐，我特么头上都绿得发光了，你还有脸提委屈？第二天，苏诗雨气呼呼的自己去上班。我正要出门时，他爸妈居然来了。叔叔阿姨，你们怎么来了？苏诗雨他爸开门见山，彭帅啊，你跟诗雨是不是因为钱的事儿吵架了？我否认，没有啊，确实没有，是苏诗雨单方面对我发脾气而已。还说没有，那他那些朋友圈是怎么回事？我淡淡道，我俩是有点误会。苏诗雨他妈打断我女儿我知道，确实是太任性了。自从你俩谈恋爱以来，一直都是你在忍让，真是委屈你了。苏诗雨他爸一脸认同的点头。小鹏，如果因为借钱的事儿影响你跟诗雨的感情，那我跟你阿姨就太过意不去了。我俩先跟你说个对不起。我大感意外，还以为2个人是来给女儿撑腰的呢，结果是来跟我道歉的。老两口对视一眼，苏诗雨他妈又道，我逢人就说我女儿找了个好姑爷，年轻有为，人品贵重，亲家2口子也都是淳朴厚道的人，这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人家。小鹏，你是个好孩子，阿姨跟叔叔现在有难处，你就帮帮忙好不好？算我们求你了。他说着说着眼眶都红了。苏诗雨的却对不起我，但他爸妈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还真让我起了几分愧疚之心。可是没办法，我跟苏诗雨已经绝对没有可能了，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这种背叛，所以他家的事儿我没有任何义务再去帮。我带着歉意准备婉拒，叔叔阿姨，苏诗雨亲妈把毕生演技都用在了这一刻。来之前老两口就商量好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哪怕死缠烂打也要给儿子把首付的钱弄到手。其实他根本看不上这个未来女婿，按他的想法，自己女儿应该找个更有钱的男人才对。但是小帅能跑腿听话，舍得给他们花钱，又总比没有强。至于小帅爸妈，他就更看不上了，2个农村乡巴佬也配让他叫一声亲家。小鹏，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愣住了？苏诗雨他妈一只手在我眼前晃，我回过神，直勾勾看着面前2个人。怪不得我每提起结婚的事儿，老两口都说不急不急，原来一直把我当傻子溜呢。好啊，好，这么爱演，那就比比看谁更会演。我挤出一丝笑容，阿姨，我借，不管你们买房还差多少，我都借，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老两口顿时大喜过望，谁也没注意到我眼里压下的嘲讽。我骗他们说月底前才能从理财拿出来，到时候钱一到马上转账。苏诗雨爸妈心满意足离开。我给苏诗雨发微信，亲爱的，昨天是我不对，我今天已经跟叔叔阿姨当面说好了，咱弟买房不够的钱都由我来补，你别生气了好不好？过了好久，苏诗雨才回我，这还差不多。接下来的几天，我找了私人侦探，把董叶成查了个底儿朝天，有家有室，有妻有子，在外人看来，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妥妥的成功人士。结果只是驴粪蛋子表面光，他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他老丈人，家庭大事也都是老婆说了算。而更让我意外的是，董叶成的外遇还不止苏诗雨一个。我找的人跟了他几天，没拍到他跟苏诗雨的亲密照，却拍到了他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董叶成在一所大学附近租了个2室的公寓，包养了一个女大学生。我靠，这可是重大发现啊！我办了个新号，连续几天凌晨3点给董叶成打骚扰电话，狗东西烦不胜烦，拉黑了我。然后我又给他老婆发骚扰短信，不说别的，只有3个字：黄脸婆。对不起了原配大姐，但是你老公玩的那么花，我这也是在提醒你。董叶成老婆有没有那我不知道，
但是董叶成显然气得要死，换他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接他就发短信，操你妈的，你到底是谁啊？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骚扰我和我家人，我会马上报警。我回他，求之不得，你还可以告诉警察，我就住在彩虹公寓哦。彩虹公寓就是董叶成用来私会女大学生的那个小区。他果然怂了，警惕地问我到底是谁，想干什么。可不管他怎么问，我都没再理他。晚上苏诗雨回来，我抱着他进卧室，他嫌恶地推开我，我今天很累，我想早点睡觉。苏诗雨现在哪有心情跟小帅做那种事，他满脑子都是董叶成，又特么骗老子是吧？董叶成这几天突然对自己很冷淡，说老婆最近查得很紧，先避嫌几天再说，连微信都不让他发。苏诗雨真是服了这个老女人了，自己对自己没点逼数吗？查男人手机，盯男人行踪，把男人绑在身边，难道就能留住男人的心了？越想越不爽，一会儿就拿小帅出气吧。苏诗雨去洗澡了，可她的内心真实想法却一字不落传进我耳朵，我冷笑连连。苏诗雨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我正在打游戏，她果然开始没事找事。游戏，你成天就知道打游戏，到底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我没理她。苏诗雨黑了脸，直接上手拧我耳朵，我跟你说话呢，听到了没有？我反手狠狠一推，你有病吧？能不能别烦我？苏诗雨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她懵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对苏诗雨说重话和动手，向来高傲的她怎么能受得了？苏诗雨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彭帅，我给你脸了是不是？你敢推我？你居然敢推我！别说推你，我现在都想扇你。苏诗雨，你闹够了没有？咱俩都要结婚了，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任性？我告诉你，忍你很久了。我冷冷说出这句话，然后去了次卧，把门反锁，耳塞一戴，任凭苏诗雨在外面怎么叫唤都不予理会。第二天我醒来，苏诗雨已经不在家了，地上扔着钻戒。微信里他发给我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你别后悔。苏诗雨搬回自己家住了，还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我乐得清静，可能是受不了被董叶成冷落，也可能是存着要报复我的心情。冷战没几天，苏诗雨就跟董叶成相约去开房了。虽然他没有用我的亲密付，但是开房的短信却被同步在家里的平板上。有点脑子，但不多。好，我就等着这个机会呢。为了不被人发觉，苏诗雨跟狗东西是分开行动的。苏诗雨先开好了房上去，十几分钟后，戴着口罩的董叶成出现了。他一进电梯，我立刻跟上。当看清楚是哪个房间号后，我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哥们，悦庭酒店300113，报仇的机会来了。20分钟后，来了4、5个气势汹汹的男孩，看上去都不超过20，正是做事不计后果的年纪啊。几个人径直走到300113门口，哐哐砸门。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大喊：着火了，外头着火了，快出来啊！这么一喊果然有效，300113的门被打开了，高个子男孩抬脚就踹上去了，我操你妈！其他几个人也蜂拥而入，我蹑手蹑脚走到门外，里面打骂声、惨叫声此起彼伏。没一会儿，一段视频发到了我手机，视频里董叶成光着屁股被按在地上暴揍，毫无反抗之力。衣衫不整的苏诗雨躲在角落，吓得大叫：狗东西抱头求饶，别打了，你们别打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啊！可他喊得越大声，挨的揍就越多。一个话外音说：你他妈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你自己知道。眼看人被打得奄奄一息，苏诗雨再也顾不得了，你们再打我就报警了。董叶成垂死病中惊坐起，不能报警，别报警，笑死！董叶成一个大老板，如果被爆出来在酒店找小三被人捉奸在床，那他家庭事业就都完了。手机陆陆续续又收到不少照片和视频，每一张都能清晰地看到董叶成和苏诗雨的脸，我全部点了下载。这些证据我可是有大用。1个小时后，几个男生终于出来了。打头的那个高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女大学生的男朋友。当我找上他，告诉他女朋友被一个老男人骗上了床，他气得都想杀人。我提前叮嘱过，只要别闹出人命，那孙子绝对不敢报警。可怜董叶成被人打个半死，却还不知道打他的人到底是谁。一切都跟我预想的一样。我当晚去了苏诗雨爸妈家，苏诗雨死活不肯见我，他妈有些无奈，这丫头脾气死倔，也不知道随了谁了。苏诗雨爸妈这2天很是头疼，女儿一回家就喊着要跟小帅分手，那怎么行？儿子的首付款还没到手，分了他现在能马上再找到一个舍得出钱的对象吗？我做出懊恼悔恨的样子，阿姨，我想跟诗雨结婚，我想给她最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压力有点大，没忍住跟诗雨争了2句。我知道苏诗雨在房间里能听到我的话，果然旁白再次出现。苏诗雨听着男友的话冷笑，压力大不反思自己没本事，还敢吼他，还推他，
这段感情对他来说早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犹豫要不要干脆趁着这次机会分手。可转念一想，分手了谁照顾他呢？分手了他也不能跟董叶成在一起，今天的事把两个人都吓到了。而且他有家室，年龄更是不合适，就做他的情人挺好的，享受情绪价值，还能给自己事业上带来帮助。公司跟他同期入职的那几个女的，现在谁能比得过他？我心里冷笑，有我这样的舔狗照顾他生活里的方方面面，还有董叶成给他工作上带来帮助，他苏诗雨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啊。这时苏萍回来了，姐夫你也在啊？这小子平时见了我招呼都懒得打，今天倒是突然热情了。苏萍着急进房间打游戏，可他妈给他提前发过消息，晚上回来见到小帅，无论如何也要做做样子。我笑着冲他点点头，努力不让自己真实的情绪外露。叔叔阿姨，既然诗雨暂时不想见我，那我就先走了，等他消气了再说。苏诗雨他爸妈把我送到楼下。小鹏，你别急，这几天我们肯定好好说他。我赶紧说到底还是我的错，诗雨生气也是应该的。苏诗雨高傲惯了，这次即便他爸妈站我这边，还是不肯原谅我。我也无所谓，本身就是做做样子罢了。几天后是苏诗雨公司参加展会的日子，他形象好，再加上董叶成有意照顾，早早就定下由他来做产品介绍的主讲人。而苏诗雨也是卯足了劲准备，想要借着这次机会在客户面前大出风头。有我在，这次绝对让他出够风头。展会那天我也去了现场，参展的公司很多，我戴个口罩躲在人群中。我很快就找到了苏诗雨公司的展台，他公司不少人都在现场，包括董叶成。两个人见了面装模作样的，看不出任何有私情的苗头。还有半个小时展会就要开始了，我给董叶成老婆发了条消息：黄脸婆，你有没有照过镜子？就你现在的那副样子，难怪留不住他的心。你还不知道他跟我在床上是怎么说你的吧？嘻嘻。董叶成老婆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我给他发了个微信好友申请，他通过了。然后我把董叶成跟苏诗雨在公司楼下搂抱，还有两个人一前一后进酒店的照片都发给了他。没想到吧，我和叶成每天都可以见到哦。对了，今天展会结束后我们要去庆祝的，他要晚点回去，也可能不回去了。嘻嘻。最后我又发了张董叶成在展会现场的背影，没有任何一个原配看到这种挑衅的话还能坐得住。董叶成老婆当即给我发语音破口大骂，但我很快就把他拉黑了。苏诗雨今天穿着一身淡粉色商务套装，配上她高挑纤细的身材，着实引人注目。她自信满满的上台开始介绍产品。苏诗雨此刻得意极了，她对自己的魅力很有自信，台下这些人欣赏和惊艳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她甚至都想跟董叶成的老婆来个当面 PK， 让那个老女人好好自惭形秽。就在这时，一个黑色的身影突然拨开众人，冲上台狠狠给了苏诗雨一巴掌。贱货，你就是苏诗雨是不是？苏诗雨没有防备，尖叫一声被打倒在地，台下众人也都吓了一跳。董叶成看清来人后脸色大变，只见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女人满脸怒意，趁苏诗雨还没反应过来，抓着她头发又大力扇了起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敢挑衅我？打量我不敢收拾你是不是？你还跟我嬉戏？你戏你妈呢！苏诗雨尖叫连连，一只手要护着自己的下面别走光，一只手想要护着自己的脸，要多狼狈有多狼狈。等众人反应过来，把两个人拉开的时候，苏诗雨已经挨了10几个耳光，白皙的脸蛋肿得老高。臭婊子之三当三的狐狸精，女人犹不解气，又给了苏诗雨几脚。有人认出了她，嫂子，你别冲动，你肯定是误会了。她怒骂，误会？这臭婊子刚刚还在给我发消息炫耀，我怎么可能误会？董叶成涨红着脸走过去，老婆，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事儿你回家说。公司今天他老婆对他也是毫不留情，一巴掌打断他后面的话。老娘受够了这疑神疑鬼的日子了，今天咱们就当着你公司的人的面说清楚，你跟这个骚货到底什么关系？台下的人越来越多，场馆里几乎所有人都朝这边看过来。苏诗雨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而董叶成也是羞愤交加，脸上带上了哀求的神色。事情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只是我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而已，还狡辩是把来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他老婆把手机对到他面前，董叶成看到后脸黑成了炭，离得近的几个人也都看到了，照片里搂抱在一起的正是苏诗雨跟他们的老板。众人在看向苏诗雨的眼神顿时复杂起来，苏诗雨茫然又恐慌，他不知道大家看到了什么，只是不住的抽泣。别说这副样子看上去确实楚楚可怜。董叶成脸色变换了好几回，老婆，你真的误会了，这是那天我俩去见客户，我不小心喝多了，小苏服我而已。他老婆冷笑一声，还跟我嘴硬是吧？那这几张去酒店的照片你又怎么解释？董叶成和苏诗雨浑身一震，苏诗雨彻底懵了，
明明他跟董叶成很小心的，尤其上次酒店那件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了。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老女人会在今天这么关键的时候当众揭穿一切，怎么办？怎么办？只希望董叶成能赶紧把自己老婆拖走。可董叶成接下来的话让苏诗雨直接陷入崩溃。老婆，我真的是无辜的，是他勾引我在，先是他把我骗到酒店，但我什么都没做，我发誓。苏诗雨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董叶成。董叶成还在继续甩锅，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从入职开始就暗示我明确拒绝过她很多次了，我说我爱我的老婆，我不可能背叛我的家庭，可没想到她竟然越来越过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说完，董叶成转身对着苏诗雨厉声道：苏诗雨，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你被开除了。董叶成背着众人疯狂给苏诗雨使眼色，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意思。可苏诗雨此时满脑子只有被董叶成背刺的震惊和愤怒，他不能接受董叶成居然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他身上。董叶成，明明是你先骚扰的，我是你说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说看见你老婆就想吐，是你说。现场一片哗然，董叶成恼羞成怒，上前一步对着还在滔滔不绝的苏诗雨就是一巴掌。你他妈放屁！苏诗雨今天的脸是没法看了，直接肿成了猪头，他捂着脸破防大哭。而董叶成此刻只想赶紧带老婆离开。老婆，我求求你了，你真的要相信我，咱们先回家好不好？围观群众都不是傻子，大家表情复杂的看着董叶成艰难又尴尬的表演。某公司参展第一天，老板和女员工爆出丑闻，原配大闹现场，不知道这事儿明天能不能上热搜。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心满意足提前离开，毕竟还有正事要忙呢。晚上8点，苏诗雨家里满满当当全是人，他爸他妈他弟，他大姨二姑小叔，邻居发小闺蜜，能叫的我都叫来了。他妈洗得一晚上嘴都没合拢。小鹏啊，我真是没看错人，我挠挠头，我跟诗雨毕竟谈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她好那都是应该的。我爸妈也说诗雨是个单纯的好姑娘，我们家绝对不能亏待她。一屋子人顿时都把我夸上了天。苏诗雨大姨说：二妹，你们家姑爷又能扛事又大方，诗雨以后有福喽。苏诗雨二姑说：大哥大嫂，好羡慕你们哟，我女儿要是也能找到彭帅这样的男朋友，我真是要烧高香。苏诗雨小叔说：小伙子，听说苏萍的工作也是你给解决的？我儿子马上大学毕业，我一直发愁他工作的事儿，你看你能不能？苏诗雨他爸擅自替我做主，你就放心吧，有小鹏在，肯定没问题。大家笑，我也跟着笑。就在几个小时前，我告诉苏诗雨爸妈，我家决定在婚前送苏诗雨一套房，只写她一个人的名字。问我哪来的钱，我编了个老家即将拆迁的理由，然后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主动说邀请大家来做见证。苏诗雨爸妈当即乐颠颠地喊了一群人来，万事俱备，现在就差主角登场了。苏萍纳闷道：我姐怎么还不回来？电话也不接。他爸催促：不行，你去你姐公司看看去。就在这时，咔嗒一声，门开了，戴着口罩的苏诗雨回来了。苏诗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来的，脸上火辣辣的疼，今天绝对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现在他只想把自己关起来，睡个昏天暗地，忘掉这一切。他刚进屋就被一屋子人吓了一大跳。我抱着一捧花走到他面前，深情款款：诗雨，不论什么原因，让你不高兴就是我的错。今天我是带着最大的诚意来请你原谅我，我也请所有的亲人朋友们来见证。在咱们两人结婚前，我会送你一套市中心3室2厅的学位房，这是我娶你的诚意，也是我给你的底气。苏诗雨彻底呆住了，她闺蜜抱着她摇晃：诗雨，你也太幸福了吧。苏诗雨喃喃：学位房送给我。我点头：明天咱们就去看好不好？只要你看中了，我们就先把定金付了。苏诗雨脑子一片混乱，她万万没想到小帅竟然要送她一套房，那可是几百万啊。苏诗雨红了眼眶，一股委屈瞬间涌上心头。苏诗雨今天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可小帅的承诺安慰到了她。她愤恨地想着董叶成跟他家那个母老虎，她决定了，明天就去辞职，以后就算不工作，反正也有小帅养着自己。苏诗雨流着泪接过了我手里的捧花，众人鼓起了掌，各种祝福的话说个不停。这时我手机忽然响了，我拿出手机，看到上面的消息，面色一变。有人问我怎么了，我神色复杂的看着苏诗雨不说话，把他都给看毛了。他妈见状，生怕我俩又闹什么矛盾，赶紧笑道：小鹏，你跟诗雨都快结婚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两个人都要互相体谅，互相理解。我点开了手机里的视频，当然我没忘记把声音调到最大，务必保证屋里所有人都能听到。别打了，你们别打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你他妈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你自己知道。你们再打我就报警了，不能报警别报警。在场的人不认识董叶成，但是苏诗雨的声音都听得出来。苏诗雨他妈问我：是诗雨吗？什么报警？苏诗雨身子猛地一晃，手里的花都抱不住了，重重掉在地上。众人更好奇了。
我把手机放到茶几上，叔叔阿姨，你们自己看吧。去你妈的，你怕什么？为什么不让我报警？因为我问你，这女的是你老婆吗？不说，哥几个继续给我打，把她直接打废，以后都睡不了女人。我说她不是我老婆，是我同事。草原来是一对奸夫淫妇狗男女，比对话更劲爆的是视频画面。苏诗雨衣衫不整，董叶成一丝不挂。大家都是成年人，这意味着什么？很清楚了。空气在此刻仿佛凝结了，一屋子人都傻了。苏萍瞪大眼睛，苏诗雨他妈声音发颤，诗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压抑着怒意，我没看错的话，这男的是你老板对吧？众人又是一片哗然。苏诗雨双眼放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完了，彻底完了。苏诗雨搞不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起，老天爷为什么要跟他开这样的玩笑？我忍不住面露嘲讽。什么老天爷开玩笑？明明是你自作自受。从劈腿董叶成的那一刻开始，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刚刚还为我跟苏诗雨祝福的一群人，突然一个个都说有事，赶紧离开了，只留下我跟苏诗雨一家子。我深吸一口气，苏诗雨，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你说啊！我的怒吼声让苏诗雨浑身一抖，顿时大哭。他爸铁青着脸，恨道：“你还有脸哭？”我表现出一脸的失望和痛心。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你这样做，良心不会痛吗？亏我还满世界宣扬，我彭帅要娶你了，我尽我所能，给你我能给的一切，这就是你对我的回报。苏诗雨，从前算我瞎了眼，我扭头就要走，他妈死拉住我。彭帅，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诗雨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你要相信诗雨啊！苏诗雨他妈快要疯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女儿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关键是他做就做了，怎么也不小心一点。我也是服了苏诗雨他妈的三观了。我狠狠甩开他的手。苏诗雨他爸赶紧给苏萍使了个眼色，让他把我堵在门口。小鹏，如果这死丫头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骂她也好，打她也好，但是你们毕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千万不要冲动下决定啊！开什么玩笑？我谋划了这么久，就为了今天，结果你还想让我继续当绿毛龟？我揉揉眉心，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我拨开苏萍，头也不回地走了。进电梯那刻，我听到了苏诗雨他爸的怒吼：“老子打死你个没脸没皮的东西！”然后就是苏诗雨的爆哭。我回去也没闲着，立刻把苏诗雨和董叶成偷情的证据给他们公司所有同事群发一份邮箱，是我一早就从苏诗雨那里拷贝来的。董叶成老婆那边，我又多加了一份董叶成包养女大学生的证据。我就不信双重背叛，他还能饶过这渣男。做完这些事，我睡了这段时间以来最舒服的一觉。第二天，我被急促的门铃声吵醒，苏诗雨全家都来了，他爸妈拎着几大包东西，热情洋溢地跟我问好。小鹏，我跟你叔叔一大早就去市场里买了好多东西，今天咱们一家人坐一块好好吃顿饭。苏诗雨他妈说着就要往里走，不得不说，这家人的脸皮真是厚到一定境界了。我一把挡住，阿姨，您没必要这样。我昨天想了一晚上，已经想好了。我冷冷看向站在后面的苏诗雨，她咬着下唇，渲然欲泣看着我。老公，从前她每次跟我撒娇的时候都会这么叫我，可现如今在听着这个称呼，我只觉得无比恶心。我跟苏诗雨婚约取消，我俩分手了。苏诗雨眼眶一红，他爸妈急了：“小鹏，你这是何必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念的书多，应该比我们更明白这个道理才对啊！”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板着脸关上门。一家四口在外头叫唤了半个小时。苏诗雨他弟甚至说：“姓彭的，就算你要跟我姐分手，借钱那个事可是当初咱们说好的，你可不能反悔。”我擦，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苏诗雨爸妈心急如焚，房子定金都付了，小帅不给借的话，他们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明明事情都要成了，还能白得一套房子，结果到嘴的鸭子居然还能飞了。老两口是越想越气，忍不住对着苏诗雨又是一顿骂。而苏萍也怨恨上了自己的姐姐，她冷漠地看着姐姐被爸妈责骂，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那个奸夫不是公司老板吗？那肯定有钱，既然小帅这边没可能了，找那个奸夫也行啊。想到这里，苏萍忍不住兴奋起来。我现在突然特别庆幸，幸好没跟这群吸血鬼成为一家人。我直接给保安室打电话，说有人骚扰业主。没一会儿，保安上来把这家人赶走了。我拉黑苏诗雨之前，他还给我发了篇小作文，大意是说他是被董叶成威胁的，而且他们两个只有那一次，事后他无比后悔。他向我保证，只要我这次原谅他，以后他绝对一心一意对我，结婚后做个贤妻良母。呵呵，他想屁吃呢？我言简意赅回复：滚！彭帅，你别给脸不要脸，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你跟我分手还能找到像我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吗？我冷笑，到底是谁不要脸？
你跟董叶成没日没夜加班的时候，没想过会有今天。苏诗雨顿时破防，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没再回复，利落的将他拉黑删除。我一直关注着董叶成那边的动静，果然没让我失望。他老丈人知道他出轨公司女员工，而且还包养女大学生以后，气炸了。尤其这些烟杂事儿已经传遍了公司上下，还被客户同行笑话。老丈人当天就放话，让董叶成从公司滚蛋，然后就是离婚，净身出户，财产跟孩子都与他无关。董叶成像条丧家之犬，灰溜溜的搬出了老丈人买的别墅，而这些苏诗雨那边还不知道。苏萍去找董叶成要钱的时候，董叶成都惊呆了。本来就窝火，结果还被情妇的家人威胁，董叶成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了苏萍身上。两个人大打出手，最后甚至惊动了110和120。狗咬狗，好啊好啊。半年后，我在一个朋友聚会上得知了苏诗雨的消息，他卯足了劲要找个有钱人，就是为了向大家证明，就算他当初没跟我在一起，也没什么好可惜的。结果挑来挑去，居然选中了一个年龄比他爸还大的老男人。刚在一起，苏诗雨就要求老男人给他送一套房。老男人丧偶，倒是不用担心原配的问题，但是人家有2个儿子1个女儿。几个人合起伙来把苏诗雨羞辱了一番，让他卷铺盖滚蛋。我默默摇头。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久违的旁白。苏诗雨站在包厢外，听着别人议论他，又羞又恼。他承认自己后悔了，这半年接触过的人里面，比小帅有钱的根本不会在乎他的感受，跟小帅一样会照顾人的，条件都没他好。他打听过了，小帅好像还是单身，这说明他肯定还没忘了自己。只要他努力，小帅绝对会回心转意。啊，大姐，倒也不必这么自恋。我故意大声道，各位，下周我跟我女朋友请大家吃饭，有时间的都来啊。哇，什么时候谈的？怎么还瞒着我们？1个月了，这不就准备公开了吗？苏诗雨愣了片刻，最后失魂落魄离开了饭店。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他的旁白了吧。